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肚脐有志。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酷的产品。我以前就一直想要找环绕音效，因为在看电影啊、听音乐这些东西，我觉得音效、音质对于声音体验是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通常环绕音效它的价格你也知道，它的价格非常的高，那体积又大，那我可能还要多买好几颗喇叭。今天这款产品 Oxys Thunder Pro Plus， 它是把 7.1.2 10个声道的所有音响结合在一个这么小体积的产品里面，而且还不止这样，它还做了小型的环绕音效，它把后环绕音效结合在了这个颈枕上面，所以这个颈枕也会有声音。那我真的很期待这个音质，我很想大家跟你们分享。Oxys 它是一个新创品牌，那这个品牌根本就不是新创，因为它这个品牌里面有来自豪曼跟飞利浦的专业人才，跟10年以上经验的工程师组成。我觉得就是一群爱好者创立的，为了设计跟打造市面上没有的声霸产品跟高级声学的产品，所以他们推出了这一款 Thunder Pro Plus。那打开包装呢，首先就会看到它这个本体，它的长度大概60公分，宽度12公分，真的不会很大，它就在那里。它体积真的不会很大，而且很适合桌上的摆设。它整个设计呢，就是金属质感，带有一点电竞跟一点科技感。它里面有电源线、连接线、HDMI 线跟 USB-C， 让你接电视啊、接电脑或是接任何东西，它所有的配备都给你了。那像这一台我刚刚说的 7.1.2 声道呢，它到底是什么呢？我就简单跟你们科普一下。平常你们比较看到的是 5.1 声道、5.1.2 啊，或是这些数字它的组成呢。如果以 7.1.2 声道来说的话，7的部分它就是前面2个主要的环绕音效喇叭，加左右环绕，总共4颗，跟中间负责处理人的声音的声道，总共是5个声道。那剩下2个声道呢，就是后环绕声道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颈枕呢，只有那个喇叭的话，它就只会是 5.1.2， 多了这个2个后环绕，就是 7.1.2。那中间的1呢，就是必备的重低音喇叭。那最后的2呢，就是现在主打的天空声道。天空声道呢，就是有2颗喇叭，音效往正上面打，然后透过声音反射的效果把声音弹回来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哇，直升机飞过的时候就有上空的感觉。那这个就是 7.1.2 声道。那这个为什么很厉害呢？如果你一般你要做到 7.1.2 声道，你必须买10颗喇叭，所有的位置都要做。那你也觉得说这么小怎么可能？它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喇叭缩小到这个里面。它正面是2个 2.5 英寸的扬声器，侧面侧环绕音效也是 2.5 英寸的扬声器。正面是一样是中置喇叭处理人声的，最后的上下2段就是4个重低音的喇叭，所以它上下都会震。它就这样子创造出这个空间的音效，而且这不是他自己乱说的，这是知名的杜比音效去认证过的，它就真的是能做到 7.1.2 声道。它中间的贝斯呢是上下4个，它的跳动非常明显，而且它贝斯听起来不是像那种重低音非常重的那种感觉，它是已经调教好了，所以整个加上它的高音，它的音质是很平均的，你玩游戏玩起来也会非常有感，而且它的 RGB 颜色会发光，所以你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它会跟着音乐还有节奏，它会跳动。然后你玩游戏的话，就会增添那个像我这样就是蓝色灯光嘛，所以它上面就是闪光的话会蛮帅的。可是如果你看电影呢，你不想要有灯光打扰，就可以把它关掉。然后它背面呢，就是所有的电源的输入输出孔，它有 HDMI， 有 Aux， 就是接游戏手把的，USB， 然后 USB-A 这些全部都有。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它有蓝牙 5.0。蓝牙 5.0呢，你平常如果真的只是手机啊要听个音乐，你就连接就好，你也不用特别接线，这个超方便。那它模式也可以自由切换，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上面有电视，下面是电脑，那你可以直接透过控制器直接切换它的电视。它这边就是有很多模式嘛，它有 TV 啊、HDMI 啊、蓝牙啊，就是你可以很快速的自由切换你的输出源。那我觉得它有2个东西很棒，就是它给你一个控制器跟遥控器。控制器呢就是这颗圆圆的，我觉得它有质感，它就是你在用电脑，所以你可以直接转动它，调整它的声音。它会分2颗呢，有一颗就是 EQ， 就是它的音效模式，跟另外一个就是输入源。所以今天假设你要切换蓝牙，你就可以直接按，切换成 TV 你就可以直接按。那调整音量的时候，它中间整个 RGB 的灯光也会跟着转动，你只要按下那个按钮3秒，它就自动开启。然后调声音啊什么的，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旋转。然后旁边那个 EQ 呢，就等一下会跟你们介绍它的音效模式。那它的遥控器也是，如果你今天是坐在沙发上，你就可以直接用遥控器操控，我觉得很方便。然后刚刚说的2个后环绕音效就是这个颈枕。那这个颈枕呢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它的音响是做在2边输出的，所以你这2边会有听到声音。那中间呢，这个是样品，所以你不要看这个，这个是真正的是一个黑色的，整颗黑色的，上面有一个他们品牌的 logo， 然后它很软
很软，所以你平常就可以靠着，然后看电影啊或者什么，你就可以享受旁边有声音的效果。那这一台呢，我觉得它最特别的是，它不只是一般的 soundbar， 它在看电影、听音乐那些都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是它为了游戏的族群做了特别的调教，它出了3种的音效模式，分别是3种不同游戏类型的玩家去做音效的变化。我把麦克风架在这个相机的前面，变成第一人称视角，给你们听看它的音效怎么样。那第一个音效呢，它是 FPS， 它是 First Person Shooting Game， 它是第一人称射击的，所以如果你是玩第一人称射击呢，就可以开这个模式。那这个模式呢，主要是加强脚步声啊、手榴弹的声音啊，整个音场的音效会加大，主要是脚步声，因为你玩枪战都知道，脚步声超级重要，这个精神就很屌。它是如果你后面有人的话，就这样脚步声走过去，你就会清楚知道这个空间的感觉。然后第2种 RAC 就是 Racing Game， 比较偏向赛车游戏啊、开车啊、开飞机啊这类的游戏。假设是赛车，它就增强它的轮胎摩擦声、观众欢呼声、道具的声音，然后再操控方向盘那种摩擦声音，它都会把它加强，然后整个让你身临其境在这个环境里面。第3种呢，就是 MOBA 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。这个就是我那种像是多人战术类的，像英雄联盟啊、DOTA。其实我没有玩这类型的游戏啦，所以我没有很了解。那这类型的游戏呢，就是因为很杂嘛，人很多，所以它会针对不同角色的攻击跟它的音效做区分，所以你就很明显听到各个角色跟你在攻击的声音，而且它还针对桌面游戏机做加强，例如 PS5 的玩家。所以如果你是 PS5 的玩家，那你真的有福了。它在 PS5 连接上面，它可以让它的音效跟空间音感更强。它3种游戏的不同颜色，像 FPS 是蓝色啊 ，RAC 是红色啊，然后跟 MOBA 是绿色，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你现在是开了哪一个模式，而且它不是微微的差异而已，你调整它的模式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它音效出来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同。如果你平常不只是想要拿来看电影的话，或是听音乐，或是单纯的音响播放，如果你很爱玩游戏的话，这一颗真的很棒。至于看电影的感受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它的中低音真的是太爽了，而且它的声音很平均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客厅也是另外一种就是家庭剧院的那种soundbar，所以你平常都会去调那个贝斯，然后你就觉得看会不会太大声，邻居来抗议怎么办？它就很平均，然后你又多了后环绕音效，背景的声音全部都会从这里出来，所以你就平常耍废的时候就靠在电脑椅上，或者你在沙发上，你就可以直接享受电影的感受。那我还是要给你们比较，所以我电影的话，我会用我的 MacBook Pro 16寸音效输出，然后让你们稍微听一下差别。But now, I'm a husband and a father, and I wouldn't have it any other way. I don't know how you did it, Pops. But now, I'm a husband and a father, and I wouldn't have it any other way. I don't know how you did it, Pops. 音乐的部分呢，没有太大的感受啊，因为重低音的话，你除非要听那种很重金属的音乐，不然它就是音质蛮好，而且它人声都是从正面出来。所以我现在放在桌上的话，我会很明显听到那个人在你面前那种感受，跟我的 MacBook 还有这一台，让你听一下声音的差别。
觉得，其实这台我已经用了2个多礼拜了，我觉得非常方便。再就音质好嘛，然后多用途，你不管在听音乐、看电影、玩游戏，你都可以用它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哇，没有那么浪费。那再来就是它把本来要买10个音响的钱全部省下来，然后缩小到这个小空间上面。但如果你要跟真的专业型的环绕音效比，当然是不能比。可是这一台它的售价就大概2万多块，以这个价格来说，如果你是空间小，或是你想要在房间有一个好的音效的话，就很值得购入啊。因为你看它就很简单，我就觉得把它放在那边，不用买到很多音响，而且它整个金属的感觉又很有质感，加上业界唯一独创的后环绕警枕，就只有他们有而已。这个东西你要哪里找？我以前都想要找环绕音效，都想要做，但是不可能做到啊。可是今天你可以降低一些成本，你就可以得到杜比环绕音效。Why not？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啊。总归呢，我真的蛮喜欢这个产品的，我就会想要一直用它。那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呢，它现在在募资，我把商品的网址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你们可以去购买。那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杜秋志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。